嬷嬷，我们已在此候了1个多时辰了，有什么不能回去再说吗？尤姑娘，宫中出了大事，公主殿下尚且在此问询，你们还是再等等吧。那怎么薛姐姐能待在店里，我们就得跪在这儿？他们问询什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少说几句吧。嬷嬷，太后娘娘留我们在此，想来也是备不时之需。可姑娘们身子弱，万一冻病了，只怕太后娘娘问话之时难以作答。再者，太后遣人密查此事，想必也是不想声张。不如嬷嬷让我等在一旁候着，可好？那你们便候在一旁吧。是。殿下，无妨，没摔着吧？殿下可算来了，太后还在里面等着您呢。徐嬷嬷，夜里太凉，不如让他们先回去吧。是啊，徐嬷嬷，伴读都在宫里，横竖也走不了。若有事，再使人传唤他们便是。他们若是病了，公主可是要担心的。既然殿下和薛大姑娘都开了口，你们便先回去吧。记住，今日之事，不可向旁人提起半字。是。刚进宫就碰到这种事，可差点没把我给吓死。不就是个玉如意吗？至于如此吗？我适才瞥见玉如意上有几个字，忠魂是什么意思啊？忠魂？你竟然看见了这2个字？听见300忠魂，你们什么都想不起来吗？你说的莫非是钟义林？这可是宫里的禁忌啊！什么事啊？你们快跟我说说吧！若是不小心犯了禁，可怎么好？这已是20年前的传闻了。话说，那平南王本是先皇之弟，在皇位争夺中落败，被袁遣封地。孰料他并不死心，暗中养兵，于20年前挥兵北上，直取京城。平南王重兵包围了整座皇宫，先皇彼时因出宫养病而避过一劫。然而当时还是皇后的太后娘娘，与当时还是太子的圣上，却还留在宫中。与他们一起的，还有正巧在宫中的燕夫人和定妃小世子。平南王杀入皇宫，却没见到太后娘娘与圣上的踪迹，所以怀疑是宫中有密道，让他们逃窜出宫了。但叛军已然围城，太后娘娘与圣上若此时从宫中逃出，必要经过各处城门才能出城。叛军是以立刻派重兵把守城门，一个人也不放出。那平南王对先皇恨之入骨，不找到圣上不肯罢休，于是便派人全城搜捕，凡遇到孩童，不由分说全部抓起来。当时正值严冬，平南王让工人来认人，天寒地冻，孩子们衣着单薄，跪在雪地，可其中却无一人是真身。不是，也不是，不是。平南王大怒，遂下令限时3日之内将太子交出，否则那些被抓起来的人性命难保。传令下去，3日内将人交出，否则本王就把殿前这些人尽数屠戮！尽数屠戮！紧要关头，定国公府年仅7岁的定妃小世子挺身而出，自冒储君之名，以换平南王手下无辜百姓的性命。
让都杀了。包括定妃世子。那后来呢？怎么样了？后来，定国公与永义侯援兵击退了叛军，收复了皇城。那平南王逃窜前，放了一把大火，企图毁尸灭迹，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行。再后来，先皇下旨厚葬这300忠魂，立碑于白果寺后山。定妃世子也在其中。他们乃是为救太子而死的英雄，所以白果寺碑林又被称作忠义林。这些年，太后娘娘每每想起此事，都会心痛那些无辜的生命，因此从不让人提起此事。既是心痛无辜，那应该是愧疚才对。今日太后的神情瞧着，可不像是有愧。可是，平南王抓了无辜百姓，不就是为了逼出圣上？小世子都代替圣上出来了，干嘛还要赶尽杀绝呢？那平南王本就是暴虐无度的反贼，兴许他杀人只是为了泄愤。姚姑娘，你说呢？我说不好，但我觉得就算是反贼，也不会无缘无故杀人啊。当时300无辜性命握在平南王手上，薛小世子挺身而出，一是为天下之义，二是为臣子之忠。这么小的年纪就有如此作为，实在令人钦佩。那这薛世子算起来，不就是薛姐姐的兄长啊？没错，定妃世子除了是薛氏之子外，其生母还是永义侯燕穆的姐姐，乃是前所未有由2大氏族共同孕育的血脉。哎，这事我知道。燕夫人丧子之后伤心欲绝，当年便与薛国公和离，回了永义侯府后，不久就病逝了。燕氏与薛氏似乎也是这件事情之后才没有往来的。而且我还听说，当年老定国公膝下本有3子，原是轮不到如今的薛国公袭爵的。但后来薛国公求娶了燕夫人，有了燕家的支持，这才扭转了劣势，赢得了爵位。但当年燕夫人去世后不过3月，薛国公就又娶了新的夫人。原本呢，这偌大的国公府也的确需要一个女主人来打理，为发妻守个把月，再续弦也无可厚非。可偏偏新夫人在进门后不足7月，便产下了长女，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。姚姐姐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薛姐姐是季氏早产的女儿？确实如此。都在胡说些什么？阿叔，对不起，我并非有意。我母亲虽是季氏，但也是明媒正娶，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只是在这皇宫境内，你们倒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知道点不清不楚的就什么都敢议论。怕是嫌一颗脑袋在脖子上长得太久，活腻了吧？薛姐姐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非追着大家为一些旧事，才牵扯出来这许多。好了，须知你们今日之言，若被有心之人听到，一个也落不着好果子吃。明日还要上课，大家先散了吧。是。
想那么多做什么？300宗浑案再惨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既与我无关，也与燕家无关，何必庸人自扰？黄仁礼，你入宫40年，当知宫中不养废物，内务府查不出，就整个皇宫查。哀家倒是不信了，那柄玉如意，难不成是凭空生出来的？滚出去查！是。母后，母后，其实儿臣觉得吧，要不然就算了。皇兄不也说了吗？不能动摇人心。不过就是一柄玉如意，把它毁了便是。我们又何必把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大呢？一帮宵小胆大妄为，若不严加惩治，日后还不定生出什么乱子来。只凭一起行事，你将来怎么治理天下？儿臣本就无心天下，母后又何苦强人所难呢？你皇兄身体有恙，正时又生不出皇子来，你不继承大统，怎么要把皇位让给平南逆贼吗？你不如现在就把哀家和你妹妹的命拿去。母后永远都是这样，儿臣甚至有时分辨不清，您到底先是太后，还是我们兄妹的母亲？你二哥，别说了。逆子！母后莫生气，儿臣今天不去上课了，就在这儿陪着您。风声这么紧，先生还要去宫里上课吗？昨日您已暂且化解了圣上的怀疑，不用如此担心吧？化解只是暂时的，只有表面上一如既往不动声色，才不会露出马脚。而且，昨日内务府查了一夜，只怕我们的人已经出事了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得给他们传个消息才是。先生一人入宫，一定要小心。放心。我让刀琴去追查宫一城的下落，让吕显盯着薛家跟燕家。你这边有任何消息，务必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是。今日长公主告假，你们呢？就先学些基础的诗文吧。翻开第一篇，齐声诵背。溪谷成松，道岭集中。声音再大点儿。叠叠延声，迷界丛丛。田思悠。江雪宁，你为何不读啊？先生，学生愚钝，这篇诗文颇为晦涩，光是诵背难解其意。不如请先生先行示意，我等才好学习。我只问你为何不读，让你说这么多话了吗？我让你们诵背就诵背。这学堂之上，岂是你能随便发问的？什么都不懂，还读什么书？去，到外面站着去。师者传道授业解惑，我若是什么都知道，便先砍了你的狗头，还要你做甚？这下一段呢，不如就请薛姑娘来领诵吧。薛姑娘，这一句里的“汪”字，向来比较生僻，但若想了解它的意思，只需跟先生，我知道。啊哈，知道便好，知道便好，不愧为薛氏贵女。才学果然是过人呐！有你为长公主殿下伴读，我实在是放心，实在是放心呐！薛姑娘，请吧。渊行百丈，事无汪若，会许知之，何得由衷？渊行百丈，事无汪若，会许知之，何得由衷？翰林院看着武士权，却是天子近臣。科举选官、修书编史、起草诏书，都少不了翰林之职。
薛家长这心武位不够，将手都伸到这儿来，也难怪永义侯府斗不过薛家了。好，今日的课便上到这里了，你们稍作休息吧。谢大人，谢大人陈正2课的课，怎这般早就来了？今日谢某初次讲琴课，不敢懈怠，所以来得早些，为防万一，多做准备。不愧是少师大人，果然一丝不苟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耽误您的时辰了。进来坐下吧，摆好琴，稍后开课。峨眉，停！文昭阁，可是谢微？谢微素来爱琴，本宫听闻，他那张琴便是他自己亲手所着，名作峨眉。正是。点出何处啊？峨眉山北雪极目，方丈海中冰作湖的峨眉。这方姨不知。娘娘，不好了！谢微焚琴谋反，已联合燕翎大军攻进皇城。焚琴谋反？原来是一阵高明满帝都，归时环弄峨眉月的峨眉。好你个谢微！所以谢微上一次最终是当皇帝了，还是去弄那峨眉月了？莫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做了那么多，又造下那许多的杀孽，若是最终不当皇帝，下场恐怕好不到哪儿去吧。谢某知道，诸位姑娘，包括长公主殿下在内，都对琴有所了解，但谢某希望大家将往日所学全部忘掉，从头来过。琴道不易，有时其难更甚于读书。所谓3年小成，5年中成，7年大成者，乃以数论。然则学琴是道，有了道，方能称得上有成。你等年岁不大，半年的时光，谢某实也教不了什么，但若能得其皮毛，略通其术，也算不差。先生说的这样难，那你学了多少年琴？现在算是什么境界呀？谢某自4岁开始学琴，如今勉强算是摸着门槛吧。那得学了有20多年，这才小成。我算愚钝的，诸位若是天资聪慧，有灵性，用不了这么久。